嘿，大家好，我是 Aceson。我相信大家如果点了进来的话，也是因为看到那个影片标题里面写着 KidGang 两个字，对不对？那今天我们再来看一场跟这个 KidGang 公会打的一场比赛啊。那相信啊，如果说到 KidGang 的话，大家都会联想到两个字，第一个就是 lag， 就是很卡。第二个就是那个 lag cut， 也是跟卡有关，不过是一个类似作弊的那个手法，就是那个拔线 lag cut。那我相信大家很好奇，其实我跟这个 KidGang 有什么的联系，有什么关系在里面？但其实我可以直接跟大家说，就是我跟他们的关系，其实就是我是跟他们会有一起玩这个团战而已。那除此之外啊，我们就没有什么其他关系啊。对，那个就是我们唯一的关系。那很多人都会认为啊，就是我其实跟他们是来自同一个国家。那因为我看到很多人都说我是来自台湾，但其实我不是来自台湾，我是来自这个香港的。对，那大家可以重新认识一下，就是我跟他来自两个不同的地方。就是其实我们唯一相似的地方就是我们有类似的语言，对，类似的语言跟那个类似的文字啊，我可能是有很多印尼服玩家都不知道。那香港跟台湾的区别，在这个游戏里面的话，唯一区别就是那个网络。对，我的网络的话是，如果在香港的话，我的网络是有四格，就是我们所称的四拼。对，那台湾的话就长期是三格三拼。对，那所以的话，如果要辨认这个人是不是台湾人的话，其实就看他的拼就行了。那我再重申一次啊，就是可能有一些印尼服的玩家其实不太清楚，就是我是来自香港的一个玩家，对，也可能是一只手指可以数得完的香港玩家，因为据我所知啊，这个香港玩家可能在这个伺服器里面，可能没有不会超过5个，对，不会超过5个人在这个伺服器里面的话，对。那我相信还有另一个关于 KidGang 的那个话题，就是相信也是大家所认识他，就是因为这个人才认识 KidGang， 就是那个伏羲咕噜。对，那伏羲咕噜的话，其实我觉得他就一个喜欢用一些奇怪手段获胜的一个玩家而已。那我跟他的关系就是唯一的关系就是我们一起玩过。那除此之外的话，就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关系。那大致是这样。那我再重新一次，我是不支持任何 lag cut， 就是拔线的手段来进行游戏啊，我是完全不支持的。对，那就重新一次，我是来自香港的玩家，而不是台湾，因为我知道也是那句很多印尼服的玩家都搞混。OK， 那我们回到影片里面，那就是打这个玩家是用一个巫妖啊，就是那个 leech。对，那巫妖的话很麻烦，因为我们所说巫妖的话，它武器很大，那很大的话，那我 alpha 的话基本上就很难 spawn cam， 就是他的武器只要对准我 spawn cam 冲过来的那个 air dash 那个位置的话，基本上我是 air dash 不到他的，因为他的武器太大了。那还有就是其他人也会承受到这个问题啊，就是 KidGang 嘛，就是很 lag 很卡。对，那这次的话我也会体验到这个印尼服玩家所面对他们的那个问题啊。那就大家要看一下我怎么打这个 KidGang 的那个公会玩家吧。OK， 那这边的话我抓到他，那其实基本上基本功阶段的话，我是比他高一点点，就是那个基本功实力的话，所以的话，主要就是技能阶段打得要小心一点，就不要让他用一些致命性的技能抓到。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那个黑毛啊，是抓不到他的，就是我黑毛不是可以空中滴滴滴最多3次嘛重复，那我打他的话，因为那个网络延迟关系啊，对面的网络延迟关系，我最多就能打他2下。就是滴滴滴要前，然后滴滴滴，那就没了。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另类的那个 nerf， 对我来说。那插虫也是，插虫抓不到他，那也是像那个以前所说啊，插虫抓不到的话，我们就用这个重低打法。对，那用重低打法的话，就会比较容易跟这些比较网络差的玩家打。那其实我知道有很多印尼服的玩家都会觉得我的网络
我的网络跟他们是没两样。但如果要细说的话，就是用那个拼的那个画面来说的话，我的网络是比台湾的好一点点。那基本上的话，我打很多印尼实况主啊，他们都不会有什么太卡的问题出现。那可能会有人不同意啊。那我之后有机会我会弄一部是2个视角的那个画面，就是2个视角的那个战斗影片，就是有我的战斗影片、战斗画面的影片，还有这个对面的战斗画面的影片。对，我应该会找时间来弄一部这样。那到时候你们就分析一下吧，就到底是我的网络期末是不是跟台湾玩家差不多？对，那就比较公道一点。对，那毕竟我知道很多印尼服玩家都看到我那个 pen 然后打不到，就是他因为基本功阶段不够我打，就会说什么我很卡之类的。OK， 那这是我把影片都弄出来，你们自己说。那我就先说成这样。对，那这边的话，来到这个技能阶段，我的 SD 已经开了。那打那个乌鸦的话，我只要不要让他抓到跳前那一下，基本上就没什么太大的一个威胁性。OK， 那还有一个小心一点，就是他跳重低不是会生成一堆那个 scan 出来嘛，这个骷髅。那我们只要不要让他那个打到就行了。OK， 这边抓到，那直接射下去吧，因为我们没有那个 combo 那个信心啊，对于网络比较差的玩家来说。OK， 这边可惜啊。那这边的话，如果我的盔甲就是我的术士1传导到，我可以直接撞过去。那可惜还没传导。OK， 这也不用怕，用披风 OK 撞过去。OK， 大家可以看到啊，我对于披风的使用其实就比以前好了很多啊。就现在不只是会用这个 DDD， 还有会用那个 S 冲过去。对，这边的话我还有那个，可惜，可惜，这个不错，这个我也笑得出来，真的，我没想到他那个延迟会导致他直接吃到刚才那个校际头盔，这有点搞笑。这个 OK， 那来到第4回合啊，那第4回合的话也是不会让他那个无妖跳前抓到基本攻击。OK， 这边的话骷髅可以，那这边的话抓到他失误，那可以看到我黑毛打他没什么太大的实感了。OK， 那这边的话再接一套吧，虽然打不足那个 combo， 但也是可以打的，就小一点 combo 这边小心他的魔弹。那他很明显会用魔弹解除了 spawn cam 啊，那我们只要预判他会用那个魔弹的话，那就不要做那个 spawn cam 这个行为，直接在外面等他射完那个子弹。OK， 他这边速度有点快，直接刷下去。这边小心点啊，他的轰中，可惜，先封吧。这边要等它完结，然后重低 ，OK， 这边然后用，可惜啊，他用 SD， 不过 SD 换 SD 的话也不错，这边直接射下去吧。那我们就不要冒险了，因为技能阶段的话，我们直接用一些比较痛一点的那个普通攻击打下去就行了，例如说刚才那个佣兵啊，或者宇宙尖兵之类的。OK， 这边的话小心他随时开技能。OK， 那这边呢我会用披风，应该是。等他射过来 ，OK， 撞过去可以。就是说这个冰披风除了 DDD 之外，那个 S 也是挺好用的。对，那接下来的话，我应该是会找机会啊，用那个可以。那这边的话用头盔，用要素是对，因为这个文艺复兴头啊，其实没什么人可以做到那个配这个功夫熊猫，就说直接用半反就行了。那这边应该赢了，那就来谢订阅一下，谢谢。